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影视剧中大多数的结局都是阖家欢乐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设定，然而也有许多编剧常常不按套路出牌，在剧情的结尾偏偏上演离别的戏码，像是终生如故任嘉伦和白鹿的陈实 CP， 还有《山河令》让人爆泪的香草 CP， 以及护珠夫人徐开骋和陈小云的兰亭续集 CP， 每一对的结局都虐到心肝脾肺痛。今天仪态就和大家聊聊那些影视剧中令人意难平的荧幕情侣，看看哪对最让你惋惜。护珠夫人、帝旭、提篮。护珠夫人、帝旭和提篮的结局真的暴虐。帝旭本想当个闲散王爷潇洒一生，无奈却为了平定叛乱，不得不背起家国重担。心爱的子簪还死于乱军之中，从此性情大变，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、霸道凶狠的疯批帝王。在见到长得和子簪一模一样的提篮时，勾起心中的伤痛，故意刁难，口出恶言，多次想掐死提篮。可提篮却是个有个性的硬骨头，对帝旭的百般刁难不愿屈服。两个人互虐互斗，互相试探，最终深深爱上了彼此。大结局，帝旭为了保护产子的提篮，在叛军中浴血奋战，而诞下皇子的提篮为了保护帝旭，替帝旭躺下了最后致命一击，死在了帝旭的怀里。帝旭也因重伤血流不止。他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之后，把孩子托付给方珠之后，就跟着提篮走了。这对 CP 实在是太虐了。终生如故，周生辰、崔时宜。周生辰和崔时宜虽为师徒，但是互相爱慕。为了家国大义，为了家族责任，周生辰领兵出战，崔时宜与太子完婚。两个人发乎情，止于礼，奈何最后还是悲剧收场。臣此一生不负天下，为夫事业。当然这还不是最虐的，最后5分钟简直是爆哭。周生辰受剔骨之刑，而时宜在嫁入皇宫当天，穿着大红嫁衣登上城楼，一跃而下，死在了皑皑白雪中。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。还好他们在一生一世里有了圆满，不然仪态真的会哭死。东宫、李成颖、小峰。东宫也是许多人心目中永远的意难平，悲剧的大结局让剧迷完全走不出来。小峰为了阻止两国交战，选择自杀。他对李成颖说：一直无力没能等到他的姑娘。这台词让人爆泪。小峰亲眼目睹李成颖为了权力和地位杀死自己的祖父，自己家破人亡，绝望之下跳入忘川，李成颖也跟着跳入忘川，两人就此失去记忆。他们在李朝再度重逢，李成颖成了太子，再次爱上了小峰，小峰成为太子妃。本以为两人可以双宿双飞，一次意外，小峰回忆起了过去，最后绝望自尽，而李成颖最后则是孤独终老。很多人为小峰和李狗子的爱情意难平，可却不会有人希望他俩余生还在一起。哪怕最初爱的深沉，小峰还是被李成颖深深的伤害，无数次的欺骗、灭族的仇恨、刻意的冷落，都把小峰越推越远。李成颖最终后悔了，他等了小峰一辈子，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失去的年华不会重来，就像逝去的人不在。当血海深仇大过儿女私情，死生不复相见才是结局。这两个人终究是一场遗憾罢了。媚者无疆，晚媚长安。媚者无疆也是一部超虐的剧，虐到让人想寄刀片给编剧。全剧没有甜，只有虐。晚媚和长安明明这么相爱，但身份命运让他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有一集，晚媚脸上带着刀疤，哑着嗓子出不了声。和长安见到面的那一刻，他歇斯底里地把他推出门外。这部剧虐心的场面实在太多了。结局，晚媚成了鬼化城城主，没有和长安在一起。长安要求行风不能对晚媚说出自己的下落。晚媚虽不幸长安死了，但俩人最终分离。结尾，晚媚独自一人坐在秋千上，望着那棵杏树，看起来超凄凉。其实一直有一个人在凉州等着他，只是他不知道。伪装者明台、于曼丽。这部剧最让人意难平的就是明台最后选择了门当户对的程景云，而不是生死搭档于曼丽。明台在澡堂初见于曼丽时的悸动，为于曼丽返回军校，挡在她前面接受赴死的惩罚。两人一起做任务，拍结婚照，这些点点滴滴的积累，难道明台真的没有爱过于曼丽吗？
最后，于曼丽的死为这段无疾而终的纠结感情画上了句号。我们宁可相信明台是真的爱上过曼丽，也相信程景云是他的正确良配。但是明台和于曼丽之间的感情远比他跟程景云之间的爱情更永恒。清平乐、徽柔、怀吉。清平乐、怀吉和徽柔的怀徽 CP 虽然是配角，但受欢迎程度却胜过男女主角。超虐的爱情让剧迷印象深刻，公主和太监的虐恋太好磕了。影子在公主脚下，怀吉在徽柔心里。怀吉说永远做公主脚下的影子，永远跟着公主，而徽柔暖暖一笑，轻轻地说怀吉在徽柔心里。整段戏没有亲密的举动，却是满屏的甜蜜。他们一个是高贵的公主，一个是太监，永远不可能成真的一对。徽柔还捂着心对怀吉说被困在这里了。怀吉回我心甘情愿，永远被困在这儿。这段对话明明是最甜蜜的告白，但却透露着浓浓的哀伤与无奈。所有剧迷都在因为这对 CP 哭惨，大结局两人被迫永远分离，不能相见，真的被虐惨。《延禧攻略》魏璎珞、傅恒。在这部剧里面，吴谨言饰演的魏璎珞对徐凯饰演的富察傅恒产生情愫，但是两人却不能在一起。魏璎珞要按照原计划和聂远饰演的皇帝在一起，而富察傅恒也带着对魏璎珞的爱而不得娶了尔晴为妻。这样的剧情是最令观众难过的。明明两个相爱的人，却因为种种关系走不到一起，还要眼睁睁看着对方嫁娶别人。想必当年看过《延禧攻略》的大家，应该都对这对荧幕 CP 有些难分难舍吧。在该剧播出并且大火之后，两位也跟着剧组到处做宣传。而在一档节目中，徐凯和吴谨言穿上了古代的婚服，进入了贾氏成亲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将故事在心中画上圆满的句号。当镜头切换到吴谨言的时候，他看望徐凯的表情出现了几些微妙感，这种眼神令观众认为吴谨言是没有走出戏，然后真的爱上了徐凯。当然两人在现实中也并没有走在一起，虽然后续也有过合作，但都没有当初的魏璎珞和富察傅恒更令人意难平的了。《延禧攻略》荣英、弘历。秦岚和聂远也是从《延禧攻略》中走出来的 CP， 他们在剧中的结局一直是大家的意难平。前期的帝后情深，不知道羡慕了多少人。那只是定理。然而前面有多甜，后面就有多虐。在秦岚饰演的富察皇后冒着生命危险为大猪蹄子生下第二个孩子，结果却再次痛失爱子。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，结果她深爱的男人却让她做一个让人人满意的皇后。因为被深爱的男人寒透了心，她选择跳下城楼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做皇后了，只做富察容仪。这对曾经相爱的夫妻也走到了尽头，没想到他们却在前段时间热播的《传家》中再续前缘，上演了民国军阀和大家闺秀先婚后爱的甜蜜故事。如果说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帝后情深是意难平，那么在《传家》中饰演的易中林和席维安便是破镜重圆。步步惊心，若曦、四爷。四爷和若曦的爱情也让大家久久难忘，若曦至死都没能再见四爷最后一面，两人带着误解和遗憾天人永隔。而四爷看到若曦留下的东西，一箱子的字与四阿哥练的一模一样，一支玉兰簪子，一支白羽剑，一个鼻烟壶，都是他们的定情信物。他这才知道若曦心里始终只有他。追完了步步惊心，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失落感。若曦这一辈子实在过得太不容易了，为每个人操碎了心，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。而若曦和四爷相见不如怀念，是让剧迷最心碎的一点，实在意难平。果然剧里很虐，但是现实中他们却非常的甜蜜，不仅走进了婚姻殿堂，一直恩爱到了现在，还有了爱的结晶。对于那些令人难受的荧幕 CP， 这对的结局是最让人满意的了。即便故事再悲情都无所谓了，大家直接看剧外的甜蜜就好了呀。《仙剑奇侠传》李逍遥、赵灵儿，这对荧幕 CP 是许多人公认的意难平。虽然已经过了10多年，但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虐恋悲剧。赵灵儿身为女主，却一度被男主李逍遥遗忘，自己经历种种苦难也就算了，男主还和女儿林月如大谈恋爱。
重点是他的女儿还被取名叫易如，用来纪念另外一个女人。结局，灵儿背负起女娲后人的身份，为天下苍生牺牲生命，最终死在李逍遥怀里。这结局不管看几次都让人意难平。当初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，刘亦菲的年龄要比胡歌小许多，但是在拍摄爱情戏的时候，两人的 CP 感竟然这么强，令观众一度认为他们真的在谈恋爱。不过胡歌的感情一直很艰难，总是没有定下来一个对的人，而刘亦菲这边跟韩国欧巴分手之后也没有下一段恋情。如果两个人真的能够再续前缘走到一起，不知道网络会不会因此而瘫痪。就算没有这个机会，哪怕两个人再度合作拍戏，相信也会激起广大网友的回忆。反正这一对意难平真的太意难平了。大话西游，紫霞至尊宝。紫霞和至尊宝也是令人意难平的荧幕 CP， 他们的故事有故事的感动，故事外也有故事外的感动。只是很可惜，不管是在故事外还是故事里，两人都没有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这些没能善终的荧幕情侣，哪对最让你意难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